我每次挖鱼塘都会引来无数人的吐槽。于是今天这个鱼塘我就不自己挖了，请那个挖机师傅让他来挖。今天大清师傅开竿，小李拍摄，我来解说。今天这个鱼塘没多大，也就是半天的活。这是从别人家的田埂上面开下来，因为这是别人家的田埂，怕别人老板说话，而且这个也没有多高，挖机就没有挖，他直接就开下来。挖鱼塘之前就先和老板了解清楚了，哪里是堆放湿泥巴的地方。挖机一下来，就先把堆放湿泥巴的地方，竹子往外推一推，这个竹子可以挡住一部分的湿泥巴，滚到下面别人田里面去。今天这个鱼塘比较小，比较好挖。现在是这么打算的，挖机就放在堤坝上面，把下面的稀泥巴土什么的全挖上来，堆在这个堤坝外面有个小台子，前面往后堆放，能堆多少是多少，堆不下的就用货车给它拉出去。前面堆好之后，再挖到刚刚推竹子的这个位置，这里也可以堆个几车，待会再把停挖机的这个堤坝位置也给它填高一点，这样就没有多少土拉出去了。今天这个小鱼塘随便怎么干都不会陷车，下面全部都是硬地。把这个稀泥巴清理完了，现在挖机开始把里面的边坡修好。但这个土很硬，是很好的硬地，但是挖机还是要斜着修下来，有一定的坡度，这样才不容易塌。嫌弃这个鱼塘挖得太浅了，让挖机再给它加深一下。刚刚挖之前，这个老板说挖的小鱼塘，喂个鸭子什么的，不主要是喂养鱼，所以出于安全考虑，刚刚给他挖的比较浅，挖得太深了，这个不太安全。老板想要挖得深一点的话，就给他挖到一个他喜欢的深度，想挖多深就挖多深。堤坝外面台子上的土，差不多也堆了1米高左右，用挖机来给它拍紧一点，因为再往上面堆，怕它滚到下面别人的田里去。再来把这个鱼塘里面多余的土挖出来，填在这个堤坝上面，这样子既可以达到老板的要求，鱼塘要深一点，这个多余的土也有地方可以堆放，省得老板花车费再给它拉出去，这样干活才能事半功倍。接着来帮这个鱼塘堤坝上的土拍紧压实，一次性给它整过去的，因为这个停挖机的堤坝不需要这么宽，所以一边挖的同时，还需要把这个堤坝多余的部分挖掉。如果挖机现在不整平的话，待会就过不来了。它这个堤坝大概有个1.5米宽左右，就足够了。如果堤坝太宽了，就把鱼塘的位置给占了，占了太多了。大家看这个堤坝，现在这个堤坝的宽度肯定不是1.5米，至少在2米多以上。我之所以留这么宽，是因为老板有交代，老板让我帮堤坝上面给它整平之后，他再来给我放一根石灰线，让我沿着石灰线玩。这位老板是干木匠和泥工出身的，所以干啥都喜欢放根线。不过这个也好，挖得更为标准。这个鱼塘堤坝上面整平了之后，挖机现在开始修一条路，开到这个鱼塘里面来。鱼塘前面这边刚刚提的松土，挖机使劲的给它拍紧，拍紧之后再给它刷一个斜坡。外面这个堤坝，老板画了一根石灰线，让挖机沿着石灰线给它挖直，也挖一个斜坡，不要太陡。这个老板挖这个鱼塘主要是为了养鸭子、养鹅，如果不挖的斜一点，没2年时间这个鱼塘又满了。挖到现在这个程度，下面只要能堆土的地方，全都给它堆上土了。再多余的土就只能装车给它拉上去了。但是挖机太小了，车子放在上面直接装车的话装不上去，所以需要转一下。先把鱼塘里的土挖上来，放到上面这块地，然后挖机再开到上面去，再到上面装车。上面这块地甩满了一车土，我就先上来帮这个土装到货车上面。货车师傅去帮这个土拉去倒掉的同时，我再来帮鱼塘里多余的土甩上来，这样货车也有活干，我们2个人都不耽误。鱼塘的长度挖到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完全足够了，
所以现在挖机把这个坡度修一下，把土尽量不要挖松，挖松了容易塌方。把下面的松土挖上来，修一个斜坡，再给它拍紧刷一下。这块地是老板的菜地，所以给它填上一层松土，再给它整平一下。旁边这里是别人的地的，他们中间有一条沟，也是他们的分界线。挖机给它挖出来，在所有多余的土都在挖机履带下面这一堆，大概它这个货车一车辆。最后再来帮上面这块地，靠边这个沟给清理出来，大概还有1、2兜的土，就填在这个田里面就可以了。干完活天黑了回家。大家看看今天请的这个大清师傅技术咋样？比我的技术还是稍微差点。